纯洁美丽的贵族少女西西即将嫁给权高位重的公爵，可西西却和自己的乐理老师互生了情愫。西西不敢违背父母的安排，于是她找到最信任的姑妈诉苦。可西西并不知道的是，公爵在不久前还是姑妈的秘密情人。为了迎娶纯净如白纸的西西，他无情地抛弃了姑妈。西西的姑妈梅姨是一个寡妇，同时也是巴黎贵族圈的社交红人。她善于玩弄权谋，颇有心计，多年来也情人无数。为了报复公爵，梅姨推出她的现任相好瓦尔蒙。瓦尔蒙是一位年轻英俊的浪荡公子，他纸醉金迷，纵情无度。梅姨请求瓦尔蒙去引诱公爵的未婚妻西西，以此来让公爵名声扫地，哪怕西西是他的侄女。为了报复公爵，他并不把亲情放在眼里。可瓦尔蒙对西西并不感兴趣。瓦尔蒙说 She's bound to be curious. She'd be on her back before he'd unwrap the first bunch of flowers. Any one of a dozen men could manage it. I have my reputation to think of. 梅姨不知道的是，此时的瓦尔蒙却看上了他的另一个侄女杜维夫人。杜维夫人的丈夫常年在外工作，她是一位集美貌与智慧一身的女人，又像女神一般的高不可攀。梅姨似乎很喜欢这样的游戏，她笃定瓦尔蒙这次一定会失败。若成功拿下杜维夫人，她将重赏瓦尔蒙。往后的日子，瓦尔蒙故意出现在有杜维夫人的任何场合，他十分诚恳地和杜维夫人交代自己的名声太差，但是他一直在深深做着检讨，也在不断地努力去改变自己。瓦尔蒙也用行动来证明自己，他拿出大量钱财来救济杜维夫人一直关注的穷人们。杜维夫人听闻此事，对他的态度改变了许多。瓦尔蒙趁机调皮地靠近了他。另一边，瓦尔蒙买通杜维夫人的马夫，让他去勾引杜维夫人的贴身女仆。瓦尔蒙假装发现他们的私情后，以女仆的清白威胁他，他希望女仆往后将杜维夫人的一切行踪都必须要告知他。而杜维夫人十分的注重名声，她似乎也感受到了瓦尔蒙的企图。不管瓦尔蒙表现得多么的真诚，她仍旧不为所动。她警告瓦尔蒙不要再出现在她的眼前，但瓦尔蒙又怎会轻易放弃？他不断地给杜维夫人写着情书。瓦尔蒙的示爱对他已经造成了负担，但是杜维夫人依旧守着最后的防线。瓦尔蒙也在此时潇洒地离开，他使用了一招欲擒故纵法。当瓦尔蒙一边挑逗着杜维夫人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梅姨的承诺。一天夜里，他来到西西的房间。What are you going to tell your mother? That's all. All right. Very nice. No, I mean, will you go now? I don't think so. 就这样，西西便被瓦尔蒙诱骗。西西为此感到十分的恐慌，于是他写信求助梅姨，希望得到梅姨的建议。第二天，梅姨便坐着马车赶来，听着西西诉说着他的遭遇，梅姨却劝说着他。Allow Monsieur de Valmont to continue your instruction. Convince your mother you've forgotten Danceny, and raise no objection to them. It has few enough advantages. You may as well make the best of those you have. 在一次听歌剧表演时，瓦尔蒙的眼神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杜维夫人，而经过这段时间的冷落，杜维夫人的内心却开始泛起涟漪。在以后的每一次相遇，杜维夫人并没有排斥他。瓦尔蒙的幽默风趣让他长期孤独的生活倍感温暖。
瓦尔蒙乘胜追击，用猛烈的情话在杜维夫人耳边厮磨，一步一步瓦解了杜维夫人脆弱的感情。杜维夫人彻底的沦陷，她放下平日端庄的模样，似乎期待着瓦尔蒙的靠近。可当瓦尔蒙靠近她之时，她却又转身离开。杜维夫人决定离开姨妈家，来结束这一切。当瓦尔蒙在沉睡之时，杜维夫人驾着马车离开。瓦尔蒙让马夫一直跟着杜维夫人，并将她的一切情况告知她。当瓦尔蒙得知杜维夫人不吃不睡，整个人像失了魂般的落寞时，瓦尔蒙却笑了。梅姨嘲讽着瓦尔蒙情场老手即将失败之时，瓦尔蒙却告诉他，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几天后，瓦尔蒙亲自登门探望杜维夫人，这一次他们诚恳而真挚地谈论了情感以及人生。瓦尔蒙不同以往，发自肺腑地表白了对杜维夫人的感情。当瓦尔蒙准备告辞之时，杜维夫人却挽留了他。这一夜，瓦尔蒙终于征服了杜维夫人。 So I promise. No more refusals. No more regrets. 隔天，瓦尔蒙兴奋地奔向梅姨，寻求赏金的时候，瓦尔蒙的一席话让梅姨十分的失落。It had a kind of charm t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experienced before. Once she'd surrendered, she behaved with perfect candor, total mutual delirium,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ith me outlasted the pleasure itself. She was astonishing. 这一席话让强势又一直逢场作戏的梅姨恼怒之极，她感觉再一次被瓦尔蒙抛弃。可3个月后，当杜维夫人满心欢喜地前来幽会时，她却发现了瓦尔蒙正在和其他女人在一起。杜维夫人瞬间清醒，原来自己也只是他的一时之欢。可瓦尔蒙的一番甜言蜜语让杜维夫人再次原谅了他。另一边，瓦尔蒙继续欺骗着西西，无知的西西并不知道她已经怀上了瓦尔蒙的孩子。毫不知情的杜维夫人每天都在想念着瓦尔蒙，可就在某一天，瓦尔蒙却想结束这段关系。他说4个月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他从未对一个女人动情这么久。为了让杜维夫人相信，他一把抓住她的头发，说着无情的话语，然后独留心碎的杜维夫人离开了他。但是面对梅姨时，瓦尔蒙第一次感到失落，他为伤害了杜维夫人而感到十分的难受。几天后，西西意外小产。当他的乐理师得知瓦尔蒙因为送信而诱骗了他时，他找到瓦尔蒙决一死战。另一边的杜维夫人却因为愧疚、欺骗、不道德的行为而终日郁郁寡欢，最后卧床不起。和乐理师搏斗之时，瓦尔蒙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出和杜维夫人在一起的画面。他突然之间做出一个决定，这一刻或许是浪子回头，他放弃还击，乐理师趁机一剑刺向他的胸膛。就在瓦尔蒙倒地不起的时候，杜维夫人也彻底闭上了他的双眼。西西也在产床上流下了悔恨的泪水。